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6月8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就一个，中共党庆100周年，为什么要抓毛左派啊？那么这是一个有点喜感的一个新闻，但是呢，我们也趁机讲讲中共建党100周年。中共建党庆100周年，这是一个政治性的活动。那么这个政治性的活动呢，中国人呢讲这个整数啊，一到整数就逢5逢0啊，就是整数，整数叫大庆，所以今年是中共要大搞啊，大办啊，大办呢，当然它不可能仅仅是为了风光啊，仪式上的风光不是的，它还是有政治目的的啊。那么中共要通过100年党庆的大办，达到3个目的。第一个，提高这个政治凝聚力啊，它有9000多万党员，那么对党员的这个凝聚力很重要。如果一个党它没有凝聚力的话，那它这个组织就会有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巩固中共的政治地位。巩固政治地位是相对于什么呢？相对于中共在全国性的这样的组织而言啊，它要巩固它的政治地位。那么第三个就是合理化的独裁统治。中共建政到现在，它独揽大权啊，所有的它一直在执政啊，那么基本上是一个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所以它要合理化它的独裁统治啊。所以呢，要达到这个政治目的，它不是一天的仪式就可以实现的啊，它是需要进行系统的、组织的、持续的准备。这就是什么呢？就是党庆啊！党庆其实中共在党庆的这个组织活动，从今年2月份就开始，那么就是过完年开年回来上班，准备就开始做啊，所以2月份就开始进行党庆活动。那么党庆活动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党史教育啊，党史教育。2月20号，中共中央开党史教育的动员大会，中共全党进行这个党史教育啊。党史教育学什么呢？学一本书，就是习近平组织安排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啊。那么就学了多长时间？学了3个月，从2月份学到5月份。5月份中共学完了，全国人民学啊。那么5月25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就印发关于在全社会，中国叫全社会，全社会就全国的意思啊，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通知。那么对这个成立100周年4史教育这个做出安排，那么就是进行党史教育是中共的党庆的其中一个基础啊。为什么？那么由头当然是党庆，但其实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重新认识党，重新理解党，重新认识所谓的初心啊。真正的原因其实是反面的，反映就是中共面临的这种深刻的危机啊。那么这种深刻的危机，它需要对整个的党进行一个什么重新洗脑的一个过程啊。那么这个危机当然有经济上的危机，社会上的危机，然后这个对外关系上的危机啊，内部的这个贫富差异造成的这种社会的这种对立等等啊。那么所以呢，他要进行整个系统性的洗脑啊。那这里面还有一个，他在整个系统性的洗脑的过程当中突出了一样东西，什么东西？习近平强化习近平在党内的地位，强化习近平的权威性啊，就是其实是装在这个党史教育学习的运动当中的一个习近平自己的私货，这是一块。
这是一块啊，这是一块党史教育，先党内，然后在全国啊，这是一头。第二头就是政法队伍，政法队伍教育整顿，2月份开始，杀气腾腾，叫刀刃向内。为什么要动政法系统？政法系统是整个的，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啊，国家机器暴力是国家机器的特征。国家机器无非是2样东西，一样东西叫什么？一样东西就叫军队，另外一样东西就是执法机构。那么执法机构就政法系统。那么军队从习上台开始就不断的在清洗军队，没有停过。然后政法队伍这次彻底要洗一把，就是石头上面砍3刀啊，就这个概念啊。从2月27号开始动员，然后分2批啊，从2月到6月就是省一下啊。那么从8月到10月，中央到省就是2级，就是2个部分啊。那么开始全面的清洗队伍。在第三是4月11号中办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全面展开建党100周年以永远跟党走为主题的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要求大力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伟大祖国好的时代旋律。然后宣传活动分2个阶段，以5月为界，5月以前第一阶段主要是展示什么呢？19届五中全会然后是两会，然后是这个扶贫攻坚战，然后是展示“13.5”成就，宣传“14.5”美好前景。然后5月份往后就是第2阶段，到6月、7月形成高潮然后主要是宣传贯彻习近平在庆祝建党10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等等这就分2个阶段。开始讲什么？开始讲最肉麻的部分，就是永远跟党走。讲到底就是这一条。中共建政的核心是什么？中共建政的核心就是政权。政权的核心是什么？政权的核心其实就是老百姓其实就是老百姓，没有老百姓哪有政权所以永远跟党走的主旋律是什么概念？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洗脑这是第四，利用6·4事件大规模的抓捕意见人士。3类人现在会有抓，一类人是什么？意见人士政治上的意见人士。第2个是维权人士，第3是民运人士民运人士跟意见人士是有重叠但不完全重叠那么6·4前夕就抓了很多湖南、贵州、广东、四川，然后是这个湖北、北京抓了一大票人。这些人呢就以6·4为借口抓了就不放，基本上抓了就不放这是第4第5，全国扫黄打非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部署中宣部中央网信办工信局、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开展净网活动那么净网活动的从现在开始从现在开始一直进到什么时候呢？进到国庆节开始进行净网活动然后净网活动的内容是什么呢？内容就是由中央有关部门，就刚才其实讲的这几个部门，根据监管职责、任务分工，分别开展将通力配合，集中力量，迅速行动，重点整治网上涉及历史虚无主义什么叫历史虚无主义？所有跟中共叙述的历史不一样的版本都是历史虚无主义
中共是构建了一个虚构的历史，在这个虚构的历史当中中共获得了政权的合法性，所以呢，所有和他虚构的历史不相符合的，全部都他叫历史虚无主义中共的话术很厉害先给你扣一个帽子然后你是不对的然后是涉黄涉非涉低俗等有害信息中共的特点是什么？他在政治上打压对手的时候，都是用形式就比如说，其实他是在政治上其实清理网上这些政治言论，但他叫撒黄打非黄是什么？黄是黄色非是什么？非法出版物是要扫黄打非然后低俗讲那些低俗的东西。但其实他是进行政治清洗，把网上这些和他的意识形态不对付的，全部都给清掉，就这个意思然后就是截至5月底，监管部门累计处置网络有害信息155万条取缔关闭非法网站6400多个。然后这个查办扫黄打非案件960起，全国扫黄打非办联合公安部、文化部和其他部门督办重大涉网案件70起。核心是什么？其实核心就是违背中共的核心价值观的网络内容，讲到底就是这个清网开始清网。那么你总结一下。从一系列下来已经发生的包括洗脑就是洗脑分2个层次，一个层次就是意识形态层面就是洗党员的脑，洗完党员脑再洗普通中国人的脑，反复洗彻底的洗，把脑子里洗的剩下只有中共装进去的东西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搞群众运动，搞群众运动通过搞活动形成什么呢？群体效应，其实目的还是洗脑，这是第一类。第二类铲除异己，铲除什么？组织上铲除异己，政法清洗就铲除异己第二个就把网上的和他意识形态不相容的内容全部铲除掉，然后就是抓意见人士就铲除异己，3个层次那中共党庆到底要搞什么呢？中共中央3月23号举行记者会，宣布今年举办中共建党100年系列活动，包括习近平在这个建党大会上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包括开展党史学习，包括召开理论研讨会和座谈会。但是呢，大会没有安排阅兵式，这件事情曾经引起一片议论为什么？因为习近平很喜欢阅兵，非常喜欢阅兵。习近平是中共领导人当中阅兵最多的一个领导人你看12年习近平上台5次阅兵，平均每2年1次第一次是2015年抗战70周年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第二次是17年7月30号建军节阅兵然后是18年的4月12号南海阅兵然后是4月23号这个海军70周年阅兵，到了2019年10月1号就是70大庆中共建政70周年大阅兵所以理论上来说，中共建党100周年也应该阅一次兵，但是没阅兵没阅兵，外界就很奇怪，各种猜测，猜来猜去都没猜到点子上，大家都在猜，觉得好像习近平的地位有问题都在猜这个，说为什么习近平不阅兵，这好像很低调为什么不阅兵？但有一点其实都没猜到，就是唯一的原因是什么？疫情没搞定，没办法阅兵所以疫情其实是不搞大阅兵的核心问题那么最近传出来的消息是什么？
党庆不阅兵，但是呢不举行传统的地面上的阅兵，因为有疫情，你搞得来排练，回头出现一个情况，你回头不好弄。那么怎么办呢？就军机编队飞过这个庆典上方啊，用这种方式进行一个表演项目，用这种方式叫空中阅兵啊，和这个天安门广场文艺演出同步举行啊。而且这个最近在保定、在天津，有网友拍到这个解放军直升飞机这个编组100字样低空飞过啊，然后战机这个编队好像是在做准备，应该是空中阅兵这件事情还是要发生的。可见什么呢？可见中共很重视外界的观感，赶紧把这个编进去啊，至少有个说法。但是在这个中共党庆的之前，出了一档子事，出档子什么事情呢？抓毛左啊，抓毛左这件事情，怎么回事呢？是5月12号，全国统一行动抓捕毛左组织的头面人物啊。那么这个行动涉及山东、河北、河南、陕西一些北方城市啊。中央社的报道说是这项跨省的抓捕行动是由山东省济宁市警方发动，从5月12号展开，然后先是秘密方式进行，有多秘密呢？他直接锁定对象，抓完之后连家人都不知道，然后直到锁定对象失联了很长，失去联系，家里人找不到他，发现情况不对。然后就去查，辗转才知道，哦，原来被抓了啊！由于一直没有披露这个消息，所以警方呢就开始扩大抓捕对象，行动遍及山东、河南、河北、陕西等华北这些城市啊，包括这些组织的头面人物都被抓，所以毛左的这些社团呢，就把这次行动叫512大抓捕。然后就在5月份下旬就开始在网上就开始披露啊，然后互相串联声援，但是呢，他们串联声援呢又被中国警方这个压制啊，所以很搞笑啊，非常搞笑的一件事情。那么最先被抓的就是知名的毛左人物啊，现年77岁，山东曲阜曲阜师范大学教授叫马厚之啊，他在2009年的时候，在重庆公开宣布成立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啊，然后高喊唱红打黑，然后还推举这个薄熙来做这个总书记，后来给抓了判了10年，直到2019年10月14号才获释。然后呢，这个毛左的阵营还有谁呢？还有一些叫刘清峰啊、傅明祥啊、胡家宏啊，这几些人啊，陆续都被抓了好多，抓了有10几个，只有一个人叫乌荣华。乌荣华被捕的时候，悄悄地拍下他自己戴着手铐的画面传了出来啊。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只有少部分人被警方传讯之后释放，大部分人都没放，到现在还没有放。所以大批毛左的这些人士纷纷打电话给这个济宁公安局质疑，济宁公安局也一点都不示弱啊，就反正就是恐吓他们啊，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就分析一下，这里面这个情况有点，毛左呢和习近平呢其实有同源之谊啊，都是红卫兵啊，都是举着毛泽东的旗帜上来的，理论上来说应该互相照顾才是，为什么不相容到要抓捕呢？啊，这里面什么原因啊？我们来分析分析。
先说毛左，毛左这个组织呢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啊。那么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归类成为呢文革余孽啊，所以第一，它的构成大部分是红卫兵啊，主体是毛粉，就是红卫兵、毛粉，这基本上高度重合。还有一个，他们大部分的特征是什么？就是政治上失意啊，政治上失意者啊，这是第一个，他们的构成啊，就是红卫兵、毛粉、政治失意者啊，这第一个构成。第二，他们的诉求，基本上是两点，第一点就是要求回到毛泽东的原教旨主义去，就是你拿毛选出来，看看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办就对了啊，就是原教旨主义啊，毛泽东思想的原教旨主义者啊，就是你现在的这所谓的改革开放，就是修正主义。其实讲到底，他们的核心诉求就是现在所谓的改革开放就是修正主义，要回到原教旨主义上面去啊，这是第二，他的诉求，核心诉求是这个。第三，行动啊，行动是什么呢？行动通常是两点，他们主要的行动就两个，第一个所有和毛有关的纪念活动全部搞纪念活动啊，然后就是举办各种各样的就是研讨会呀，什么各种各样的研讨会，当然核心还是围绕着毛啊，反映他们的这种政治诉求。这第三，第四呢，毛左内部呢也是派系林立啊，互相不对付，天天骂战，他们相互之间天天打比战啊，这是毛左这个组织和这些人的特点，这是第一。第二，那为什么要抓他们呢？啊，抓他们有没有什么直接的政治原因？我想有几点。第一点，这些毛左的组织呢，在两个方面对现在的这个当权派，中共当权派，当然是习了，形成了压力。第一个是组织上，你想啊，一到关键时候他就跳出来讲这个毛泽东思想，在组织上他会有压力啊。那么你打招呼不听，那就没办法了啊，就是组织上有压力。还有一个，他有一个道德上的压力，因为这帮毛左呢，基本上当他在宣传毛泽东的这种原教旨主义的时候，他会在中共党内，他是有一个道德上的力量。这种中共是一个什么党？中共就是一个我们之前讲过，就是有一种清教徒倾向的一种政党，它不断的清洗要保持政党的这种纯洁性。他们认为这种一个党的战斗力靠纯洁性来保证，而这帮毛左在中共党内是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啊，中共有一帮子人是同情他们，所以他们会有形成一种道德上的压力啊，这是这两个方面。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帮毛左的组织呢，会勾动一些党内，就是他会勾连出党内的权力斗争。如果他仅仅是在外围敲锣打鼓啊，那么不碍事儿也没有关系。当他一不小心勾连到党内的这种权力斗争的时候，那就会形成什么呢？形成一种边缘性的压力。这种边缘性的压力肯定是当权派不喜欢看到的。这本来这个不用考虑的部分，现在又跑出来挑事儿啊，就不喜欢。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就是打招呼不听。为什么打招呼不听呢？你看见我刚才讲，77岁的都是老头老太太，老头老太太他们无欲则刚啊，反正他都已经在仕途上已经没有任何可能性了。所以这些人呢，他非常的强硬，打招呼不听，
这打招呼不听是抓捕的原因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动手抓人呢，说明什么？说明中共党内现在党内这种权力斗争高度敏感，这种高度敏感承受不起政治风险。就是说，这种政治风险如果被拿来利用的话呢，它会产生政治后果。党内现在这种斗争非常的激烈，高度敏感，而这种高度敏感呢，导致了对这个组织这一类组织都不能够容许，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内卷，中共党内的高度就是内卷现象，这是一种内卷的现象，就是不能有不同的声音，这种不同的声音不能接受。那打招呼不听就抓了啊，那也是反映了习的某种做派的问题啊。习的这种做派就是已经有一点就是惊弓之鸟的这种概念了啊，大概是这样。为什么要抓？那么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点风凉话，毛左们终于吃到了社会主义的铁拳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局面，就是习把毛左的组织给抓了啊。用毛左的逻辑啊，这是3点。第一点，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啊，第一点。第二点，这是党的意志啊。第二点。第3点，这是不可抗拒的组织的力量。用毛左的这个语言来说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在观察中共建党100周年党庆，敲锣打鼓非常热闹啊，各种系统你可以看到非常有系统的在做一系列的动作，期望达到我刚才前面讲的这种政治目标。但是尽管他做了这一系列的动作，你把这东西给扒了一下看，都非常的虚弱，非常的脆弱。为什么？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中共垄断政权70年，它有一个非常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他建党100周年做这么多的又洗脑又组织重新梳理，其实他现在还在干什么？换人，不断的大换班啊！因为明年20大要换届，那么换届意味着什么？现在就开始大换人、大换班啊！那么组织上系统的各种活动搞得非常的热闹，但是这些热闹你扒拉来扒拉去，你一看这里面啥都没有，讲不过去。讲不过去什么呢？他有样东西他讲不通。什么东西？就是理论和实践的自洽。你怎么去说服中国的老百姓？你独裁了70年，你怎么还往下走？这里面有几个方面他讲不过去。第一个，腐败的问题他讲不过去。你天天在那吹牛说啊，我今天又抓了多少个高级干部，你看我这个反腐败力度多大，明天又在说我又抓了多少高级干部，又反腐力度很大，你看这非常腐败。可是老百姓有一句话你回答不了，什么答不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腐败？你中共见证了70年，你还没有办法解决腐败问题。中共现在的腐败，古今中外空前绝后，腐败程度已经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步，你中共没有你答不下来，回答不了，这是一个。第二个，你说你已经奔小康，可是中国还有6亿人收入值不到1000块钱，普遍性的贫困，这是你答不了。你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邓小平讲的，社会主义就是共同富裕，贫困不是社会主义，对吗？你自己已经讲过了，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共同富裕。结果只有你们共产党富裕了，老百姓6亿人口1个月收入不到1000块钱，
就没有共同富裕，你解释不了。你自己说我们扶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可是还有6亿人一个月收入不到1000块钱，你这不打脸吗？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这场疫情一下来，你看看，刚开始还吹个牛啊，老百姓关家里，好，你这个体制优势，天天吹牛，吹到现在牛皮吹破了，全世界疫苗都打，一打下来，就中国还会不断的出现爆发。所以3件事下来，你没办法自洽，理论跟实践无法自洽。我今天看的一篇文章，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这题目吓我一跳。人民日报6月8号第1版头版有篇文章叫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这标题党。我说这个文章这个题目写得好，我看看到底说什么。说什么呢？说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一个实践。其实写这篇文章，你要是真的把这个中国的社会主义把它扒拉来扒拉去，你一看，其实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除了饿死人没干别的。中国人吃饱饭都不是因为社会主义，是因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就让中国人饿死。然后他写的气势磅礴，你看英国你看他写非常数百年奔流激荡曾经苦难深重，如今意气昂扬。在科学真理和崇高理想的引导下，中国大地发生了历史巨变，我们无比坚定，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怎么又变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呢？不是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吗？然后他很搞笑，他就这个文章呢就写的非常标题党，我以为他去论证中国在社会主义实践当中怎么做出来的，结果看来看去全是这种文字，就是标题党。我就其他不讲，我就讲一句话，就是习近平讲的这番话。他说这是一条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得民心、顺民意、惠民利的初心之路。好，我就看你怎么说。他说人民就是江山，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为的是让人民过好日子。这习近平讲的话。如果人民是江山的话，你打江山不就打人民了吗？拜托，你讲这么没脑子的话，一点没有逻辑的话，你还拿写到这文章里面去，非常非常的搞笑。就一篇这样的文章，就是其实你可以看到，共产党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他没有办法把他的行为和他的口号用逻辑联系起来，他就用什么？用这种狗屁言论来忽悠，但其实呢也忽悠不到，没有人相信，他自己都不信。所以他讲的所谓的社会主义，你看看中国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除了饿死人没有别的。你看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所有的社会主义都做了同一件事情，就饿死人，没有别的，没有别的成果。那所以呢，我们从这次中共建党100周年党庆的活动，你可以看到这个政权虚弱。所以我们今天就讲讲，他连他的亲戚都不放过，都要抓起来，就是他现在的处境，好吧？好，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好，明谢刘林，谢谢，麦猪，谢谢。好，提问：为何中国的老大总要阅兵？什么历史原因促成这个活动？是通过阅兵显示国力，还是告诉世人老虎屁股摸不得？为何其他国家没有阅兵这一说？除了朝鲜，阅兵阅兵这件事情，它阅兵承载了很多东西。我以前看过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叫什么呢？苏联拍的，
苏联拍的。苏联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看的，《苏联电影周》。这部电影其实是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应该找不到了，他翻译所有的字幕都是临时翻译的啊。这个电影的题目电影的名字叫这个法西斯的诞生。它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一个普通的德国人怎么变成法西斯的。它其实呢中间涉及，其实讲了很多，其实苏联也在干的事情，就是洗脑、从众。所以呢，你看纳粹最早发明的什么火把游行，纳粹搞的这种建筑，这种形而上的这种建筑物啊，纳粹举行这种大规模的集会，这种集会形成什么群体效应，所有的人在这群体当中显得非常的渺小，你就会失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其实就是洗脑。其中包括什么？包括阅兵，阅兵产生那种崇高感，让自己很容易带入这种情绪当中，这种带入的情绪会让你服从，会让你驯服，会让你放弃个人的意志。就阅兵的承载的东西很多，非常的多。纳粹很喜欢阅兵，还有谁？苏联喜欢阅兵，它形成那种力量感，又有力量感，又有纪律感，反映这种强大的力量，你不会去对抗它的，就是这样。所以阅兵是一个独裁政权最喜欢使用的洗脑工具。阅兵，由群众游行，然后这种火把游行，大规模的这种这个文艺表演，广场上的广场文艺表演，这种宏大叙事，建筑物的宏大叙事，都是为了达到这种效果啊，这种效果。这不是朝鲜，最早来自什么？都是跟纳粹学的啊。纳粹跟谁学？纳粹跟罗马学的。观点：美国有世界上最强的军力，但是美国从不搞阅兵。早2年，川普想搞一次阅兵，但是没有人支持，所以我认为 CCP 那么喜欢阅兵就是心虚啊，不完全是，这是有政治目的的啊，这是对群众的控制。根本目的是什么？根本目的就是控制群众，让它变成什么？变成自动自觉的服从者和贡献者。你们有空去，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叫《法西斯的诞生》这部纪录片时长3个小时，看3个小时的纪录片，黑白的，它里面所有的镜头，没有一个后拍的镜头，全部都是记录，全部都是2战时期的这个现场拍的这些片子剪出来，一个个剪出来，很厉害，非常牛啊！你可以找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得到，叫《法西斯的诞生》啊。你看看这部纪录片，你就可以理解所有的专制政权，他们搞这种我们看上去叫形式主义的这种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它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大家顺从，就是从意志上摧毁你的个人意志，让你变成一个法西斯。观点：阅兵也是利用人性心理来洗脑和控制民心的一种方法，让民众有深深的自豪感，让民众觉得自己很牛逼。我所有来海外看我的亲戚，无论他有没有钱，都一副高高在上的感觉，觉得自己这消费花钱自己就是主子，明显被国内新闻彻底洗脑。这个没有关系，自己花钱变自己是主子，你知道为什么？国内的网友，国内的人去海外消费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厉害，为什么？因为一个字，穷嘛，穷才会这样。如果你正常的消费，你怎么会觉得会把自己高高在上？关键是穷惯了啊，穷惯了，突然有了钱，
他自己扛不住嘛，这个原因。情况，昨天去参加建党100周年跟党走的巡回演讲，我现场戴着耳机听王舍的节目，哈哈哈，非常讽刺。观点：2012年12月，习近平在中纪委会议曾经讲，我们国家无论在体制上、制度上，还是走过的道路和今天面临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前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共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说明习很怕重蹈苏共的覆辙，所做的一切就是维护中共的，或者是他自己的统治地位。所以我可以讲，就是说非常清晰的，大家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一样东西。中共在他所有的行为当中，他的所有行为的背后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维护中共自身的利益。什么人民狗屁，全是骗人的啊！提问：毛左显然认为掌权的中共集体偏离了毛思想，但是习的操作看起来也是以毛为效仿对象，为什么两者在认知上有偏差？互不相容。网友答：关键是他们结社，并且有一定的行动能力，所以会被打击。有点类似当年的雷震先生，被抓的是想阻挡，而不是办自由中国。观点：毛左大部分是怨妇心态啊，他们怀念那个斗天斗地斗父母斗师长的无法无天，用他们的话讲，斗的地球抖三抖的岁月。现在他们什么都不是，又捞不到权，又捞不到钱，就是怨妇心态，这个很对啊。观点：在习一手遮天的当今，反对派能有什么动作吗？我觉得打着红旗反红旗也是一种方案。表面上看上去忠心耿耿的战狼，实际上是在故意拆习的台。不这样理解的话，我觉得中共最近很多愚蠢到极的行为，比如制裁欧盟议会、战机骚扰菲律宾和马来西亚，都很难理解。OK， 观点：纳粹体制需要一套完整的仪式来凸显其庄重和合理，这样才能吸纳那些社会不入流的失意者加入，让他们在纳粹的大旗下无比自豪，自愿肝脑涂地。一样的，所有的独裁政权都要做这件事情啊。观点：现在简体中文的社交网络环境是乌烟瘴气，除了小粉红和战狼的愚蠢言论之外，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到处充斥着英文字母的缩写和简写，或者同音字改写，去规避严苛的审查制度。一句话，没有任何有用的信息，不知所云。中共的暴政正在慢慢的摧毁中文的语言文化，而语言文化正是人们精神生活的载体。已经中文网络社会，中文简体网络社会已经没法看了啊！观点：中国几千年的帝王历史造就了类似民为本、得民者得天下、君亲民众等帝王思维，所以中国人盼明君深入骨子里了。君亲民众，中国人最喜欢自欺欺人，这种自撸到什么地步，皮都破了吧？民什么时候重过？民什么时候重过？你说说，还君亲民众啊，这忽悠老百姓啊！根本就没有什么民和君，民主自由下的人类文明应该是人人平等，总统和乞丐都是民。是吗？你觉得呢？如果总统和乞丐都是民的话，那为什么要去当总统？直接当乞丐不就完了吗？你说呢？还费那么大劲干啥？观点：毛左的政治诉求实际上完全是从他们自身的利益出发，而不是有什么所谓崇高的信仰。有哪个现在大富大贵的人还支持毛左？全都是当年改革开放前只会喊口号、唱红歌，
所有混得好的人，改革开放之后，因为没本事，跟不上时代，被淘汰了，混不下去，所以无限希望回到毛时代。只有他们认为那个时代无限美好，因为他们只会喊口号、唱红歌。提问：习的脸被打得啪啪响，例如疫情的反复和美军机降落台湾，与他们在国内的政治地位有关联吗？有关联吗？没关联。为什么？打得啪啪响，你只觉得他一仰脖子就过去了，对吗？他一仰脖子就过去了。为什么？又没有人去追问他，谁敢追问他？也没有人有机会去追问他。你只有追问他，然后让他在全中国人民面前丢脸，那才叫打得啪啪响。你没有人有机会问他怎么打脸，打不了啊。观点：红卫兵的本质就是武装夺权，意识形态上的东西到底是口号还是真心，谁也不知道。不同派别的红卫兵之间虽然同志相称，实际上是你死我活的关系。红卫兵的本质是什么？红卫兵的本质就是暴力。什么叫暴力？就是在一个政治正确的前提之下，没有底线的干任何事情，其中包括暴力，这就是红卫兵。提问：王先生有没有考虑过宗教？这里特指是基督教、新教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我没有考虑过，失望吧？是的，我是一个从小被无神论教育的人，所以我没有宗教的信仰。我曾经被人 recruit 过，但是不成功啊，所以我没有从这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很多人把当代政治的源头追踪到宗教，对不起，我不接受啊，我只能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理解当今政治的源头啊。观点：现在躺平主义其实是躺平啊，贫穷的贫，躺平主义，任何努力都改变不了生活状态，无法达成社会要签，只能躺且贫，贫困的贫啊。请问王老师 ，CCP 的存在价值是什么？若站在人类这个角度，一种政治形式存在必定有其价值，不然不会有100年。网友答 ：CCP 的存在价值就是向全世界展示独裁政权可以罪恶到最极端的案例。完美的答案，非常棒啊！观点：推荐一个简化版的法西斯是怎么的诞生？电影《浪潮》啊，电影《浪潮》推荐台湾拍的纪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很不错，建议看看。浪潮可以看一下，浪潮就是复原一个法西斯是怎么诞生的，这其实是一个社会学的实验，在加州的一个中学发生的事情啊。好，明谢 Renee Mac， 谢谢米卡卡，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